让我们从牛奶开始谈起。鲜奶喝起来又香又浓，因为它的味道丰富，就比较营养吗？实际上，鲜奶的味道又香又浓与梅纳反应有关，是在牛奶在高温下消毒时发生的，所以并不会导致丰富或特别有营养的价值。梅纳反应是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或氨基酸在常温或加热时产生的一连串复杂反应。生活中的梅纳反应无处不在，例如酱油必须经由加热加温才会有香味，正是因为梅纳反应。烘焙咖啡也会产生梅纳反应，或称美拉德反应。至于梅纳反应带来的香味是否有毒，会整资料后再跟大家报告。鲜奶鲜乳，国家标准有定义鲜乳一词，对于鲜奶却没有明确规范，因此鲜奶一词通常与一些由牛奶制成的乳制品相混淆。根据该标准，乳制品可分为生乳、鲜乳、保酒乳、调味乳，区别如下：生乳从健康的乳牛身上采集的原奶，经过冷却，未经其他加工。很少有人品尝过生牛奶，但它被尝过的人描述为具有非常自然、干净清爽的味道，没有任何特别的香味或甜味。鲜乳，由生牛奶制成的牛奶，经过巴氏消毒包装和冷冻后饮用。牛奶脂肪含量为 3.8% 或以上的牛奶称为高脂肪，脂肪含量为 3.0% 至 3.8% 的牛奶称为全脂，脂肪含量为 1.5% 至 3.0% 的牛奶称为中脂，脂肪含量为 0.5% 至 1.5% 的牛奶称为低脂，而脂肪含量低于 0.5% 的牛奶称为脱脂牛奶。保酒乳、生乳或鲜乳经高压或高温灭菌，以无菌包装后供饮用的乳汁调味奶，将各类调味剂作为主要成分添加到至少 50% 的牛奶中加工制成。香浓醇不等于高品质，原因在梅纳反应。除生乳外，不论是鲜乳、调味乳、保酒乳等产品，在上市前都要经过杀菌处理。杀菌方式可概分为3种：低温长时间杀菌，温度约62至65摄氏度，时间约30分钟。这种杀菌方式可以保留比较多的天然营养素，但杀菌效果有限，加上台湾气候湿热，国内比较大品牌的乳制品业者较少采用低温长时间杀菌模式，适合小量生产，且后续的冷藏需全程在7摄氏度以下。乳制品最多可冷藏7天。高温短时间杀菌，温度约72至75摄氏度，时间约15秒。国外大品牌的乳制品大多会采用的杀菌方式，也称巴氏杀菌法，台湾也有大品牌业者使用。杀菌处理后的奶味比较接近牛奶的原味，冷藏保存可达12至14天。这种杀菌法可以保留乳铁蛋白及免疫球蛋白。高温瞬间杀菌，温度约130至135摄氏度，时间只有短短2至5秒。国内大部分品牌都采用这种杀菌方式。牛奶在未开封状态下冷藏，保存时间可以长达15至60天。高温瞬间杀菌的乳品喝起来，可感觉到浓醇香的浓郁风味，主要是因为高温导致乳品产生梅纳反应。谈一谈奶粉，社会上也出现一种鲜奶比奶粉好的迷思，但撇除食安问题来看，奶粉的营养价值真的有比鲜奶差吗？有些人认为奶粉经过高温前造，会造成营养价值流失，但事实上牛奶中的主要营养价值蛋白质及钙质都是不容易受到高温影响的成分，因此奶粉并不会因为制成而影响主要的营养价值。详细另专门讨论。如果你喝腻了牛奶和坚果饮，又不想在早餐时吃白粥加蔬菜，为什么不试试在西方流行的米奶呢？对东方人来说，大米一直有特殊的意义。在过去，我们经常听到长辈们说，煮成稠粥后最上面的一层米是最有营养的，或者说喝几口米汤就像穷人的人参汤一样有营养。在追求健康养生的现代，不止中国人，日本人喝米汤，欧美也热爱米奶。甘醇滑润的直接饮用，或帮菜肴提味，或者是做成沙拉调酱，它可以变身成各种饮品与料理。想要省时省功夫，最容易做的米奶是将熟米饭打成奶昔状即可，或者是想多增添风味，可以将白米小火拌炒约3分钟至出现微裂痕，
加水静置10小时后再打匀成奶状。好处一：早晨人体血糖低，米奶是绝佳极效性热量来源。米奶的主要成分是米，含有热量但不含胆固醇，脂肪量又低，但只是喝杯米奶，成分只有糖类，还需要搭配蛋白质、脂肪等一同食用，饮食摄取才会均衡。例如，有的人工作忙，早上没办法慢慢花时间咀嚼米饭或粥等，或不想喝牛奶，可以考虑喝米奶配水煮蛋和1个小餐包，或米奶配蛋饼。老年人吞咽困难，用蔬菜和肉类加米奶打成的精力汤，较合他们的口味，又能轻松补充营养，最适合在需要快速转换热量、提高体温的早餐时段饮用。国外流行的米奶，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米汤米浆，糖类能快速增添能量。以早餐来说，身体经历了7至8小时没有吃东西，血糖低，很需要能量补充体力。好处二：米奶含抗性淀粉，有助一早调整体内肠道环境。加入蔬果的米奶稀冷饭的部分淀粉会变成与膳食纤维类似的功能抗性淀粉，有助于调整肠道功能，常温饮用十分健康。像是对牛奶蛋白质及乳糖过敏者、肠胃炎拉肚子，或是需要做大肠镜检查不能吃渣类食物、刚动完手术者，在医院里也会特别准备米汤给他们食用。消化不好、术后排气清流质饮食喝米汤都有帮助。好处三：搭配蛋白质能提升代谢，让身体从早就开始燃脂。在富含糖质的米奶中加进蛋白质，有助于从一早就开始提升代谢，打开一整天容易燃烧脂肪的身体开关，是提高瘦身效果的绝佳组合。而且蛋白质并不会囤积在体内，更是每餐都必须摄取的营养素。米奶相对于动物性的牛奶，米奶和豆浆杏仁奶并称为3大植物奶。这3种饮品的营养成分到底差在哪里？如果需补充蛋白质，可选牛奶或豆浆；若希望低热量，则以杏仁奶为佳。但若求低脂、零胆固醇，又希望兼具饱足需求，那么米奶就是最好的选择。在欧洲，有一些人完全不摄取动物性食物的素食者来说，米奶正好成为牛奶的替代品，提供对牛奶或黄豆过敏者一项新选择。